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瞬间。这个瞬间看起来不起眼，就是几个人在纸上写了一串数学符号，但它可能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关系到我们对现实本身的所有理解。19世纪末，一位数学家替全人类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就是我们脚下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他把无穷这个概念第一次拿来精确计算，装进了一套全新的理论，推向了思想的最深处。那套理论现在还在用，永远不会过时，也没有任何办法把它从数学里删掉。那套理论叫集合论，关于无穷的严格数学。它诞生于一个人的孤独探索。数学家估算，它撑起了整个现代数学的地基。你猜里面藏了什么？人类塞进去的东西多到超乎你的想象。无穷有大小之分，自然数是一种无穷，实数是另一种无穷，而且后者比前者大得多。还有连续统的谜题，有理数、无理数、超越数都在里面，各种奇怪的集合，不可数的、稠密的、处处不连续的，还有一个又一个悖论，罗素悖论、理发师悖论、说谎者悖论都在里面。你看这些内容感觉是不是挺抽象的，像一堆脱离生活的智力游戏，写给宇宙里不知道有没有用的纯粹逻辑。但你以为这只是数学家的自娱自乐？不，它同时还是一把钥匙，精确到能撬开现实底层的那种。集合论里有一个命题争议最大，它问的是连续统假设成不成立。以这个假设为起点，精确牵动了整个数学的确定性根基。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任何能读懂这套逻辑的头脑都可以顺着推理走到一个悬崖边，发现有些问题既不能证明它对，也不能证明它错。这个发现相当于在数学的地基里挖出了一个洞，还告诉你这个洞永远填不上。当时就有数学家坚决反对这套东西，理由很直接，我们根本不知道无穷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么算下去会通向哪里。贸然把无穷当成对象来处理，万一整座数学大厦塌了呢？你说这个风险谁来承担？是那几个搞理论的数学家，还是当时所有依赖数学的科学，还是后来所有学数学的人？反对的人认为，这种颠覆不应该由一个人来推动，它的后果可能动摇全部理性。集合论的创立者格奥尔格·康托尔力排众议，坚持要把无穷算清楚。他相信一个真理，只要逻辑上成立，在漫长的争论过程中，一定也会被人接受。他有一个更大的信念，数学如果真的能触碰终极，那无穷就是那扇门。集合论是一次主动伸出去的探针，一次说真理在这里的机会。你觉得他的坚持有没有道理？他觉得这不是疯狂，是一次向无限的攀登。最终这套理论立住了，思想传播开来了，没有人能把它收回去。你想想，这个时刻人类的思维就这么闯进了无穷。后来有人说过一句话，集合论是康托尔为人类打开的乐园，谁也不能把我们从中赶出去。他打了个比方，你在漆黑的房间里点了一支蜡烛，你以为只照亮了眼前，但你没想到光会照出整面墙的裂缝，也不知道裂缝后面藏着什么。康托尔的理论现在已经渗透进每一个数学分支，从分析到拓扑，从概率到逻辑，是人类思想里传播最广的一套语言。但在真理的尺度上，它带来的问题比答案还多，没有任何东西能填平它挖出的沟。那个连续统的谜题还在那里，还在向更深处延伸，一层又一层，越挖越深。你想想，就算现在想绕开它，也没有任何办法把它当作不存在。它被提出到现在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你说康托尔担心的那种崩塌发生了吗？没有，那套理论传了100多年，传遍了整个数学界，大厦没有塌，反而更结实了。没有矛盾，没有崩溃，没有任何毁灭性的漏洞。当年那些担心无穷会引来灾难的人，到今天也没有等到他们最害怕的那个结果。但数学界也没有因此松一口气，因为这件事本身就带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集合论走了那么远，
带着人类的逻辑，带着最严格的推理，闯进了无穷。结果那深处静悄悄的，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这让人不禁开始想，数学到底是不是完备的？你以为这个问题只是哲学，但数学家不这么看。他们说这件事是可以证明的。1900年，在巴黎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正站在讲台上做报告。聊到数学的未来，希尔伯特说了一句话：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终将知道。就这一句话，后来激励了数学界整整一代人。希尔伯特不是在喊口号，他是在下判断。你想想，他当时的信念其实非常清晰，数学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积累了无数定理和方法，哪怕问题再难，哪怕看起来再复杂，按照这套逻辑，只要肯推理，总能推出答案。那些看起来无解的难题，早晚都会被严格证明或者否定。可总有一些命题就是卡在那儿，这说不通。希尔伯特当时还立下了一个目标，他说，如果能给整个数学找到一套完备而且无矛盾的公理系统，那所有真命题都能被证明出来，一套完美的地基足以支撑全部数学。你说这个目标合不合理？合理，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人怀疑。可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不是所有真话都能被证明，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你说这个打击有多大？要等到1931年才被彻底证实。那一年，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提出了2条定理，专门用来说明任何足够强的数学系统都逃不开的一个宿命。这2条定理把数学能不能证明一切这个问题拆成了一个可以严格论证的命题，然后一步步推到底。你有没有想过能不能证明本身的极限？哥德尔觉得可以。你跟我一起理一下。先假设你有一套完备的数学系统，这套系统足够强，强到能表达基本的算术。这个前提现在看是相当宽松的，几乎所有有用的系统都满足。那么在这套系统里，能不能所有真命题都被证出来？以前大家觉得能，但哥德尔构造了一个特殊的命题。这个命题说的是，我这句话在这套系统里无法被证明。你看，它处于自我指涉的微妙位置。你品一下这个句子，如果它能被证明，那它就是假的，系统就证出了一个假命题，这套系统就不可信了。如果它不能被证明，那它说的就是真的，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真的但证不出来的命题。你看，无论哪种情况，系统都不完美，要么不一致，要么不完备。但你猜哥德尔推到最后结论是什么？任何足够强的系统都不可能既完备又无矛盾。带进更狠的第2定理，结论是系统连自己没有矛盾都证明不了。这个结论不是某个人拍脑袋想的，是逻辑构造出来的，是推理逼出来的结论。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希尔伯特说，数学应该能证明一切，但哥德尔说，总有真话你证不出来。这2件事同时为真，就是数学不完备的核心。那我们还能相信数学吗？能，而且相信的相当踏实。1936年，2位逻辑学家阿兰·图灵和阿隆佐·丘奇各自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有些问题机器算不出来，那我们能不能先弄清楚什么叫算？我们只需要造一个足够抽象的计算模型，看清计算的边界，也许就能看懂哥德尔说的那个极限。那一年，图灵在一篇论文里设计了一台想象中的机器，它有一条无限长的纸带，可以读写符号，开始一步步模拟一切计算。这个模型有个名字叫图灵机，一台只存在于纸上的抽象机器，它奠定了后来所有计算机的原理。这是人类第一次认真地去定义什么叫可计算。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不是造机器，是一群严肃的逻辑学家拿着纸笔在认认真真地画出思维能力的边界。从那之后，这件事从没停过。几十年下来，可计算性理论变成了一门持续发展的学科，计算模型越建越精细，最强大的一套理论。
如今支撑着全世界的计算机叫做现代计算理论，是目前人类掌握的最深刻的工具之一，覆盖了从算法到密码的无数领域，覆盖了整个数字世界的运行。难题多到要靠全球顶尖头脑一起去啃。你知道有多少人在研究这件事吗？高峰时期，全世界顶尖大学都在攻这个方向，这是人类思想史上规模最大的理性探索工程之一。结果是什么？有些问题永远算不出来，100年下来全是同一个结论。你能想象吗？100年的努力换来一句无解。你可能会想，也许我们的方法还不够聪明，或者算力还不够强。这个想法听起来合理，但你想想边界，图灵已经证明了有一整类问题，叫做不可判定问题。它们不是难，是根本没有任何算法能解决。这个范围放在数学里，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但如果有一个问题真的可以被算法解出，不管它多复杂，按照现有的理论，我们总能设计出那个算法。但有些问题就是不行，一个都造不出来。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哥德尔证明了真话证不出来。这些真话如果真的存在其中，哪怕只有一个想被人理解，哪怕只是像我们希望证明某个定理那样给出一个答案，我们也应该有办法把它推出来，但就是不行。你知道这100年里投入了多少智慧吗？全算下来，是人类思想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理性攻坚。数学家不只是在证明，也在遭遇失败。集合论带着无穷的谜题走了100多年，哥德尔定理揭示了逻辑的天花板。1970年，还有人证明了希尔伯特的第10个问题：关于整数方程有没有解，根本没有通用算法可以判定，里面包含了数学的边界、计算的极限和真理的缺口。你想想，这些事加在一起，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追问。你想想，一正一算，两头都是墙。你想想，这有多反常？如果数学本该能证明一切，哪怕最难的那道题，以人类的智慧，它的答案早就应该被推出来了。你现在什么都推不出来，这不是偶然，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但有一次意外，1931年，有人真的碰到了那道墙，碰到它的人当时震撼到，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一道分水岭，至今没有人能绕过那个结论，也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真理会有边界。1931年，在维也纳，一位年轻的逻辑学家哥德尔正在整理他的证明。这项工作当时挑战着数学界最大的信念，日夜不停地推演，每一步都要严丝合缝，写在稿纸上，然后拿去接受最苛刻的检验。那一年，数学界拿到了他的论文，开始逐行核对推理，证明是用严格的形式语言写成的，通常都是层层嵌套的符号，看起来密不透风，但读到某一处，所有人都停下来了。你想想这一刻，一个普通的学术日，普通的一叠稿纸，然后整个数学的信念都不一样了。稿纸上有一个命题，绕了整整一圈，强度直接击穿了希尔伯特的梦想。命题的形式完全符合数学家熟悉的样子，从假设出发，一步步推导，再回到结论，像一条严密的逻辑链。你想想这个场景，一个年轻的逻辑学家坐在一堆稿纸前，突然写出了一串也许改变全人类认知的推理。哥德尔停下笔，在那个命题旁边确认了一遍，得出了一个结论：无法证明。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你现在看到那句话，感觉可能没什么，但你想想那个场景里它代表什么？为什么这个结论让数学家那么震撼？关键在于它的普适性。那个定理适用于一切足够强的系统，这是所有严肃数学的共同前提。你知道数学是理性最坚固的堡垒，任何相信逻辑的头脑都依赖数学。数学家早就期待，如果理性要证明什么，最可靠的工具就是这套系统，因为它是全人类通用的确定语言。
你想想这个逻辑，不管你研究什么领域，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你讲逻辑，就一定绕不开这个结论。碰到一个来自最核心处的裂缝，不震撼才怪。裂缝来自逻辑本身的方向，深入到思维结构的最底层。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在最坚固的地基里，那道缝隙从提出到被人理解，整整跨越了1代人的时间。你想想，那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结论真的是逻辑本身的性质，那它离我们最近的地基比任何具体难题都更根本。它出现的时候，数学界还沉浸在必胜的信念里。这个结论在思维里穿行了很久，穿越了无数次质疑，然后在1931年的某一天，恰好被一个走到正确方向的头脑推导出来。就这一次，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人都沉默了。这个结论不是可以修补的。从1931年到现在，试过各种更强的系统，试过各种新的公理，试过各种巧妙的绕路，一次都没能推翻它。没有例外，没有反例，就像那道墙从来没有松动过一样。你说这合不合理？希尔伯特的纲领本身在那之后基本落幕了，就这么结束了，没有等到那个圆满的证明。你说这是什么？到今天，没有任何人能给出一个让数学重新变得完美的办法。修补的努力从来没有停过，更强的公理被提出过，但它没有办法真正消除那个缺口，尤其是那个自我指涉和那个完美的逻辑闭环。绕过它的可能性没有被排除，但也没有任何方法真正成功。哥德尔本人在晚年时说，如果人类的思维真的有极限，他希望我们能坦然面对。你说我们应该接受吗？没有人能替所有人回答，因为在看清那到底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理性照亮了一片天地，然后又撞上了自己的墙。你觉得那道墙是什么？至今没有人能真正翻过去。还有一件事，那件事不是定理，是一个悖论。1901年，有个问题从逻辑深处冒了出来，它的样子让数学家完全乱了套，至今争论没有平息。1901年，在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正在悄悄瓦解整个集合论的根基。数学家算了一下这个悖论，发现不对，这个矛盾根本不是集合论该出现的样子，它是从最基础的定义里冒出来的。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逻辑本身有问题。你想想这件事的分量，人类使用逻辑几千年，第一次确认最基本的定义里藏着裂缝，就是这一次。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它到底从哪里来？它有个名字叫罗素悖论，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那个只给不给自己刮胡子的人刮胡子的理发师。听起来很绕，对吧？但数学家看着这个问题感觉不太对劲的地方不止一处。第一个问题是它的形式，数学家根据集合的定义去分析。这个悖论的结构极为简单，只用了自我指涉这一个动作，像一根针或者一个死结。在已知的任何逻辑漏洞里，这个问题都极为致命。你想想，普通的错误或者矛盾通常是可以修正而且能定位的，不会简单成这个样子。这个形式本身就很难对付。第二个问题更难解决。你想想，这个悖论在放进系统之后，会出现一个无法用常规办法消除的矛盾，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内部瓦解了它。普通的错误通常可以通过修改定义而被排除，就像补漏洞一样。但罗素悖论没有找到任何简单的补丁，它是干净的、致命的。你看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任何一个单独处理都不够用。哲学家和数学家看到这个问题，公开表态说，这个矛盾很可能动摇整个数学的根基。他的判断是，集合论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重建，靠更严格的公理约束，就像给房子重打地基一样。这能解释为什么天真的定义会崩溃，也能解释那个内部矛盾。你说这个判断夸张吗？
逻辑上其实完全说得通。主流数学界后来给出了回应，大多数数学家认为集合论可以通过一套新的公理来拯救。那个矛盾来自某种我们之前没有约束的自由定义，也可以用某种极端严格的规则来禁止。你说哪边更彻底？两边都有代价，这才是让人坐不住的地方。你说谁对？没有终极答案。罗素悖论引发的地基之争比很多人想的还要深。现在虽然被公理暂时框住了，绕过去也没办法再回到那种天真的确定。你想想，就这么一个矛盾，就这么改变了整个数学。争论悬在那里，没有终点，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了。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逻辑里的问题是可以从内部炸开的。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最基础的定义都能出问题，那我们建立在它之上的任何理论，在原则上都有可能藏着我们还没发现的裂缝。你有没有想过，罗素悖论出现的时候，数学界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来，前后不过几行推理。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在瓦解一切了。如果最简单的定义都能出这种问题，它来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提前拦住，也没有任何办法假装它不存在，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撬动地基。这件事想想就有点可怕。逻辑里如果真的有裂缝在潜伏，我们甚至没有能力提前发现它。哥德尔定理没有出路，罗素悖论没有终结。理性的深处偶尔冒出来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说这些算什么巧合，还是我们还没看懂的信号？数学家提出了很多解释，但每一个都有漏洞。既然逻辑本该能证明一切，但我们总有证不出来的真话。那数学家是怎么解释这个矛盾的？解释有很多，你听我一个一个说，每一个听起来都有点道理，但每一个都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漏洞。第一个叫柏拉图主义，意思是数学真理早就客观存在，也早就独立于我们而成立，只是我们的证明系统够不到它。就像人类看到星星却飞不到那里，就是把数学真理当成一个客观世界，它自己完整存在，我们在外面费力观察。你以为这说得通吗？这里有个致命漏洞。这个观点要成立，就需要解释所有数学对象，不管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你想想，只要你追问一次，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追问，那个数学世界在哪里？这个解释就含糊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世界，验证起来极难。第二个叫形式主义，意思是数学不过是一套符号游戏，是我们人为规定的规则组合，它没有真假，只有合不合法，所以证不出来也没关系，因为本来就没有客观真理。这个解释的问题是，它无法面对哥德尔。哥德尔恰恰证明了系统里存在一个我们凭直觉知道是真的命题，一个纯符号游戏的说法，在这个真命题面前站不住。而且如果数学只是游戏，你想想这件事，它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如此有效，就完全解释不了了。第三个叫直觉主义，意思是数学的确定性太特殊了，只有能被人一步步构造出来的东西才算真正存在，那些靠反证法得到的存在，那些无穷的对象都不该被随便接受，所以矛盾才这么少见。这个解释的漏洞在于100多年来，现代数学的发展成果一直在打它的脸。大量最有用的定理都依赖非构造的方法，抛弃这些方法，数学会残缺一大半。数学没有想象中那么保守，你看应用越广泛，这个观点就越站不住。第四个叫多元宇宙论，意思是数学真理存在，但不同的公理系统各自成立，就像你在一套规则里为真，在另一套规则里为假，标准对不上，根本没有唯一答案。也许终极的数学根本不是一个，它有无数种同样合理的版本。你想想，这个逻辑如果成立，我们就算把所有系统都研究一遍，也找不到唯一的真理。你看这个解释的问题，它等于说不管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个唯一，所以找不到这件事本身就不奇怪了。
这个逻辑本质上是放弃，不是在解释问题，是在解散问题。这几个解释有一个共同的毛病，他们都是在替真理找理由，为什么它证不出来，为什么我们够不到它。但有一个解释完全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假设，它只需要一个事实，你猜是什么？真理本来就有边界。1931年之后，数学界慢慢接受了一个想法，叫做本质的不完备。它的出发点很简单，希尔伯特说数学应该能证明一切，但哥德尔证明的是不可能。这个落差需要一个解释。最合理的解释是，从简单的公理到证明一切真理，这条路上有某道界限根本无法逾越，几乎没有任何系统能突破，所以真理才这么难以穷尽。那道界限就是不完备性。这里要把这个想法最重要的一个逻辑说清楚，因为这不是感觉，是从推理倒推出来的。你跟我一起讲。希尔伯特预期数学能证明所有真命题，哥德尔实际证明的是做不到。任何强系统都有证不出的真话。你看这个落差本身就是一个结论，本该能证一切实际却不能，说明绝大多数强系统都困在某道界限前。突破率接近于零，突破率接近于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道界限的难度是几乎所有足够强的系统都跨不过去。你想想，如果有100套系统去尝试，最后没有一套成功，全都卡在同一个地方，你会怎么想？那个地方一定有一道无法逾越的界限。系统越强大，这个结论就越刺眼。我们不只是没找到一套完美的系统，而是一套都没有。突破率可能就是零，那道界限的力量就是几乎所有系统都无法通过。反过来推，系统越强，失败越彻底，落差越大，界限的力量就越强，系统越强大，真理越遥远。不是在吓你，是从逻辑推理倒推出来的必然结论。你记住这个逻辑，后面还要用到它。那道界限可能在哪里？一套系统从简单到证明一切，大概需要跨越几个阶段。你来想想，哪一个阶段最可能是那道几乎迈不过去的坎？第一步，建立基本公理，从直觉变成精确的形式规则。数学走这一步用了几千年。第二步，让系统强到能表达算术，这是所有麻烦的起点。这一步可能极为关键，是很多矛盾埋下的地方。你想想，能数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竟然就打开了不完备的大门，这一步到底有多微妙？第三步，系统开始能谈论自己，自我指涉出现了。第四步，构造出那个悖论式的命题，真理的缺口一下子显现。第五步，证明系统无法证明自身一致，目前所有强系统都撞上了这一步。第六步，寻找更强的原系统来弥补，只是把问题推得更远，而且从来没解决。第七步，达到完备而且一致，目前没有任何系统做到。你看这几步，哪一步是那道几乎无法通过的界限？它在我们身后还是在前面？两种答案意义截然不同。先说乐观的那条路，如果那道界限只是一个技术细节，意思是最难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绕开。数学是一个幸运儿。这听起来很好，但你先别急着高兴，因为这个想法本身有一个很沉重的代价。界限只是细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完备这件事，或者那些证不出的真话，或者那个自我指涉的命题，其中某一个在实际研究里根本碰不到，难道几乎不影响任何有用的工作？数学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在漫长的发展里，一连串关键的定理碰巧全都能被证出来。你看这个想法能解释数学为什么这么好用，真理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可靠。因为麻烦的命题本来就极少，少到日常研究里几乎遇不到，甚至整个应用领域里也难得碰上几个。不是真理没边界，是那个边界离我们很远。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数学的世界无比广阔，里面有无数条定理，无数种结构，这么大的空间，这么漫长的探索。如果这个想法是真的，那些证不出的命题
可能只在极少数角落出现，我们研究的东西可能大多都在安全区。人类可能是极少数能建起如此可靠体系的智慧。你看，这不是脆弱，这是幸运。你是不是也习惯觉得数学很危险？地基有裂缝，理性只是一粒尘埃。但如果那道界限离我们很远，这套体系上建起的一切，可能是人类思想里极少数如此稳固的成就。几千年的积累，每一步都险些出错，但都撑住了。最后建起了一座能追问自身极限的大厦。从这个角度来看，数学的可靠本身，可能是人类理性里最不可思议的幸运之一。你有没有想过，人类历史上提出过多少种思想体系？哲学家估算，历史上出现过的思想流派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早已被推翻。这无数种想法里，只有一种发展出了严格的数学，只有一种能自我审视，只有一种会追问自己的极限，然后问那道墙在哪里。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即使在人类这个已经有了理性的物种里，走到这一步也有多难。你看，如果大多数思想体系都没能达到这种严格，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可靠的地基这么稀有了。但这个想法有一个让人沉默的代价，那就是遥远。真理里可能真的有一整片区域，我们永远够不到。我们所有对完美证明的期待，所有关于终极答案的想象，所有教科书里的定理梦想，可能都停在某道看不见的门前。你想想，那份遥远不是暂时的，是真实的，而且是永久的。你说这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如果界限离我们很远，我们至少安全，但有些真理我们永远够不到。而如果那道界限不在远处，而在近处，那连安全都不一定有了。悲观的情景是这样的，不完备这件事其实无处不在。那个证不出的命题也不是什么罕见特例，数学里有过很多确定的角落，但它们其实都藏着隐患。那道最难的界限不在远方，在近处，在我们眼前。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这里要把前面说的那个逻辑再推进一步。希尔伯特预期能证明一切，我们实际得到的是不完备，失败率接近100%。你想想，这个结论意味着什么？几乎每一套足够强的系统都在某个地方撞上了墙，不是慢慢逼近，不是偶尔卡壳，而是在已经能表达算术，已经能谈论自身，已经和我们现在用的系统差不多的阶段，然后卡死了。你现在在哪里？我们的数学也在这个位置。严格的公理才100多年，自动证明才几十年，人工智能推理才刚刚开始。如果那道界限就在近处，我们现在依赖的这套体系，正是那些看似完美的系统暴露问题之前所处的地方。系统越强大，说明藏着的缺口越多，安全区越小。轮到我们追问的时候，那道界限就越近。你看，真理的沉默不是好事，沉默是一份缺口清单，清单越长，我们越接近极限。那道近处的界限可能是什么？有几个候选答案。你听完可能会觉得，这些不像是在说遥远的抽象，更像是在说我们每天在做的事，因为我们正在同步碰它，判定问题。我们现在依赖的很多计算，背后都藏着无法判定的难题。1936年，图灵证明停机问题的时候，人类第一次知道有些程序永远算不完。如果那次没有把边界看清，今天的整个计算机科学就建不起来。你想想，这句话不是在夸张，是字面意思。那一刻，理性是撞上墙才清醒的，但清醒不等于就此安全。独立性命题，一个系统能表达越多，它无法判定的命题就越多，只是方向不同，表达能力越强，无法回答的问题窗口就越大。能不能控制住是个大问题。自动证明的极限，这是目前逻辑界和计算机界讨论最激烈的一个。一旦让机器去证明所有数学命题，它会不会永远停不下来？没有人能确定。形式系统的自适严格化推到一定程度，一个系统就开始试图证明自己的一致性，
结果反而暴露出更深的缺口。这个陷阱每深入一层都更棘手，你知道吗？目前研究这些问题的门槛已经渗透进每一个数学分支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4件事？我们现在全部在碰，一样都没少。判定问题还没绕开，表达能力在持续增强，自动推理在快速演进，形式系统在不断自我审视。如果理性的深处真的有一道界限，在这个阶段全部显现，它们显现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些。真理的沉默在这个视角下不是安静，是边界。你想想那些够不到的真理，那些证明里没有名字的命题，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也不知道它们藏在多深的地方。那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帮我们判断那道界限究竟在哪边？有，而且你现在可能没想到，答案就在一个具体的猜想上。假设明天早上你打开手机，看到一条数学新闻，说有人证明了一个古老的猜想，确认它有一个完整的证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大概是兴奋，是佩服，是太厉害了。数学又前进了一步，这是正常的反应。数学里证出难题当然是大事，当然值得庆祝。但如果你把不完备理论装进脑子里，再来看这条消息，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以为这是好消息，从不完备的角度，这可能藏着一个让人不安的信号。原因是这样的，如果一个极难的猜想被证明了，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领域里推理还能一路走通。那些看似深不可测的问题，其实都在系统的能力范围之内。那说明在这套公理下，真理和证明还没有分家，而是能对得上的。这样一来，不完备就不是那道近处的界限，它还没挡住我们，但那个更深的落差还在那里。数学的极限还是沉默的，哥德尔预言的那些证不出的命题还是一个没现身，界限还是必须存在，只是它的位置不在这个猜想这一步了。你说它在哪里？只能在更前面，在系统能力发展到某个阶段之后，在自我指涉、算术表达、元数学这些东西出现之后，才会触发的那道坎。你看明白了吗？问题越是能被证出来，意味着界限越可能藏在我们前面，我们就越接近它。这不是感觉，这是这个逻辑的推论。反过来想，如果一个猜想被证明是独立的，也就是既证不出真也证不出假，那反而是一个把边界看清的信号。因为这说明在这套系统里，有些真理的出现本身就是那道无法跨越的坎。我们能证明很多东西，可能是因为我们非常幸运地待在能证的那一边，而系统里大多数深处连这一步都碰不到。你说听起来残忍吗？但逻辑就是这样。你可以用同样的逻辑推到连续统假设。连续统假设是集合论里最著名的问题之一，它问的是有没有一种无穷介于自然数和实数之间。数学家后来证明了，在标准公理下，它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假。如果连续统假设被证明是独立的，结论和刚才一样，不完备不是遥远的抽象，界限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数学里有好几个核心问题都被证明是独立的，那真理证不出来就真的不是什么特例。系统里的界限就一定在能力发展的某个阶段，就在我们正在拓展的这个阶段。所以每次听到有人证明了某个独立性结论，某个命题在标准系统里无法判定这类消息，数学家里有一批人的心情不是失望，是复杂。他们当然希望理性没有边界，但他们同时也知道，那个结果如果是真的，界限就在前面，而前面那道坎可能不只是逻辑本身造成的。你有没有想过，也许真理的沉默不是因为答案不存在，而是因为每一个够到深处的系统都遇到了同一件事，撞墙，撞上一道无法证明也无法否定的墙。这个逻辑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支撑，它不只是猜测，而是从几个基本前提一步步推导出来的。这个想法可以叫做真理的黑暗森林。逻辑是这样的，
所有形式系统的第一目标都是保持一致，这一点是数学的底线。真理的总量是无限的，命题、结构、可能的定理，这些东西多到没有尽头。足够强的系统面对它们就会力不从心。任何一套系统和整个真理之间都没有办法建立完全的覆盖，因为真理的形态可能差异极大，无穷的层级、结构的方式，对存在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同。你没有办法真正确认某个命题是不是可证的，你也没有办法确认它到底是真是假，而一旦判断错了，代价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崩溃。把这3个前提放在一起，推出来的结论是对任何一套系统来说，面对一个足够深的真理之后，最诚实的选择不是宣称能证明，是承认够不到。在还没证出来之前，先保持谦逊，因为你如果强行断言，它有可能反过来击垮你。如果这个逻辑是对的，那么真理里所有能被证明的部分都学会了一件事：停在边界前，不越过那道界限，不去碰无法判定的深处。真理因此沉默，不是因为没有答案，是因为每一套系统都在界限前收住了脚，谁先越界，谁就暴露了自己的极限。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逻辑很冷？但仔细想想，它并不是没有道理。你想想数学自己的历史，系统和真理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以完全征服为主旋律的，更多的时候是以谦逊和绕行结束。一套刚刚强到能自我指涉的系统和一整片无穷的真理相遇，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结果会怎样？你可以自己想。你现在想想希尔伯特那句我们终将知道在这个框架下是什么意思？是我们在无穷的真理森林里点了一支火把，还在火边宣布一切都能证明，还把这份自信写在了整个纲领里，扔进了逻辑深处，告诉所有可能藏在暗处的命题，我们无所不能。这是怎样一份天真的乐观？希尔伯特的出发点是美好的，他相信理性是完备的。但你看，乐观和真相是两件事。1900年立下那个目标的时候，没有人知道逻辑的规则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不完备定理，也没有人料到真理本身会有边界。这件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目前有一批数学家在推动更强的公理，也就是主动扩展系统的能力。他们觉得真理是可以逼近的，不断突破是好事。另一批数学家，包括很多逻辑学家在内，保持谨慎，认为这是在挑战一道注定的极限。争了100多年，没有共识，也没有任何一套系统能真正代表全部真理做出裁决。但哥德尔的定理已经立了近100年，那道墙已经在那里了，没有人能把它推开。那个在1900年立下目标的时代，替整个数学做了一个也许是思想史上最深远的赌注，而我们现在还在争这道墙到底能不能翻过去。希尔伯特的期待告诉我们，数学按逻辑算本该能证明一切，但我们找了近100年，什么完美的系统都没有，真理沉默得像一片空白。不完备定理告诉我们，这个落差意味着几乎所有足够强的系统都撞上了同一道墙，失败率接近100%。系统越强大，那道界限的力量就越明显。如果它在我们前面，我们正在接近它。你看，这一路没有一个结论是拍脑袋想的，每一步都是从严格推理推导出来的。真理的沉默不是玄学，是一道还没有解开的逻辑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第一批能意识到这道题存在的物种，或者说，我们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批。思想用了几千年才出现了一种理性，能审视自身，能构造哥德尔命题，能意识到那道沉默里可能藏着一个关乎理性自身命运的答案。你有没有想过，不管这最后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光是能提出这道题本身就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奇迹了。理性现在在哪里？那个时间点
不是在它刚刚萌芽的时候，也不是在它彻底成熟的时候，而是在工具刚刚强大到可以质疑自身根基的那个节点上。而我们现在正好在这里。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前方那道界限真的存在，我们正在接近它，而且我们造出的每一样新工具、更强的公理、自动证明、AI 推理，都同时也是接近那道坎的一步。如果那道界限在我们身后，我们是极其罕见的幸运者。真理里可能只有我们这套体系能看到这道题。这两种可能，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是哪一种。但你想想，两种都指向同一件事。现在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关键的时间段之一。这不是在说理性终结，也不是要让人焦虑。意识到这道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庆幸。历史上每一种触碰未知的思想，要么提前意识到了自己的边界，要么没有意识到。你看，能意识到的至少还有机会做点什么。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奇特的时间点，工具越来越强，知道的越来越多，但那道界限如果真的存在，我们也越来越近了。集合论还在用，关于无穷的严格数学，此刻在每一个数学系里的黑板上支撑着整座思想大厦。你想想，那个连续统的谜题还在，理论里那些无穷的层级还在，那条哥德尔命题还在，那道罗素悖论的裂缝还在，带着人类所有的理性，也带着人类没有意识到的边界，朝着真理深处延伸。会不会有人翻过那道墙？我们不知道。翻过去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真理越沉默，这道题就越重要。而现在能答这道题的只有我们，而那个答案也只有我们能给。现在知道这道题的存在了，这件事本身也许就已经有意义了。好，这期就到这儿。如果看完觉得还不错，点个赞支持一下，也欢迎把这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话，顺手订阅一下，我后面还会继续聊这类话题，订阅了才不会漏掉。咱们下期见。